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讲一位跨国新娘与2个魔鬼的故事。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事情还得从吉尔吉斯斯坦说起。2008年8月，19岁的安娜回到了父母在比什凯克市的住所，一个曾经熟悉又陌生的家。看到突然出现的女儿，安娜的父母一脸茫然，错愕了好几秒后才走上前来。你这孩子回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下？英德尔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母亲一边说着，一边往女儿身后瞅了瞅。安娜告诉母亲，自己是一个人回来的，主要是想看看你们。把女儿领进屋后，母亲左一句右一句，嘴巴是一直问个不停，唯独父亲弯着腰坐在旁边不说话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安娜回来的这件事情虽然称不上是坏事，可不知怎么的，没过几天就在村里传了个遍，成为了街头巷尾大妈聊天的热门话题。几个星期后，安娜38岁的丈夫英德尔金也从美国千里迢迢来到了村里。英德尔告诉岳父，自己这次回来是向安娜道歉的，之前和安娜发生了一些矛盾，冷静过后觉得自己确实也有错，但2个人在一起难免会发生矛盾。可俗话说得好，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。为了让岳父岳母相信自己，英德尔还专门带了个相机回来，让他拍下自己和妻子跳舞欢乐的视频。虽然镜头前女儿笑容满面，但女儿心事重重的模样还是被父母看了出来。在父母的一番劝导下，安娜同意和丈夫一起返回美国。不过在回去之前，母亲想带她拜访一下亲戚。然而就在当天早上出门时，不小心被女婿发现了。她女婿大发雷霆，只穿了一条短裤就从家里追了出来。1个多月后的9月22号，安娜和英德尔正式启程返回美国。临行之前，父母告诉安娜，要求她抵达西雅图后必须打电话回来报平安。可直到当天晚上，安娜母亲也没有接到电话。也许是女儿一时忘记了，还是再等等吧，那说不定明天就能接到电话了。可直到10天后的10月2号，安娜的母亲依旧没有接到女儿的电话。这时母亲觉得事情不太对劲，她自己在机场时对女儿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求她一定要打电话回来。可现在过去10天，女儿都没有任何消息，这不太像是女儿的习惯。为了确定女儿的状况，安娜的父母委托在西雅图的朋友让其帮忙报警，希望能找到女儿的消息。一番走访下来，小镇警方就发现安娜失踪的背后似乎并不简单，因为她不但没有去餐馆领工资，而且在交了学费后也没有去大学报到。那种种细节显示，安娜不是简单的离家出走。根据丈夫英德尔的说法，9月22号，他和妻子一起登机，打算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飞到俄罗斯莫斯科，然后再从莫斯科飞抵西雅图。可就在莫斯科转乘时，2人控制不住情绪，互相吵了一架，然后妻子就离开了自己。之后的事情呢，他就不清楚了。英德尔表示，由于多次拨打妻子电话无果，自己只能一个人先回到西雅图。要获悉女婿交代的情况后，安娜的父母立即从老家赶到了莫斯科。可找遍莫斯科所有可能的地方，都没有发现女儿的踪影。为了核实英德尔交代的情况，探员呢就查看了美国机场的出入境记录，却发现英德尔这个人在撒谎。他明明是和妻子一起抵达西雅图，监控画面还显示2人几乎就是一前一后入境，所以英德尔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而在第2次问询中，英德尔承认了自己撒了谎，但他说自己是因为好面子才撒谎。从10月份开始失联到11月，整整1个多月都没有女儿的任何消息。安娜的父母开始怀疑女儿大概率是遇到了危险，而且肯定跟女婿有关。美国西雅图警方在找人的同时，也开始偷偷监控英德尔。那不料还真的有了新发现。探员发现，在妻子安娜失踪后，英德尔的生活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唯一不同的就是英德尔每隔几天就会去一次监狱探监，
英德尔要找的人是一个名为丹尼尔·拉森的男囚犯。丹尼尔呢，此前是英德尔家中的一个租客，曾患有精神病，10月份时因为强奸罪被捕入狱。那所有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英德尔要去找丹尼尔呢？那看着丹尼尔厚厚的案底，探员就推测，也许是英德尔怀疑妻子的失踪和丹尼尔有关，所以才多次找他问话。那由此说来，英德尔呢还是非常在意妻子的，背地里呢居然会主动调查妻子的下落。12月28号，为了弄清楚英德尔的真实意图，探员就审问了丹尼尔。那起初丹尼尔交代的一切还算是正常，可说着说着，英德尔呢爆出了一个惊人的猛料。他说是英德尔杀了安娜，因为英德尔曾亲口向他坦白，说自己用领带勒死了妻子，还要求自己也要保密。他听到这话，探员狠狠盯了丹尼尔一眼，你这家伙是不是精神病又发作了？带着丹尼尔，探员来到了西雅图郊外的丛林。而事实证明，丹尼尔真的没撒谎。在一处空地上，探员看到有一双人手露在地面上，挖开一看，这人还真的是安娜。当时安娜的头发呢被人全部剪掉了，手上呢被绑着绳子，全身的衣服也被人脱光，全身上下还有多处淤伤。获悉女儿的死讯后，安娜的父母怎么也无法接受，母亲更是不断自责，觉得是自己害了女儿。如果不是自己，女儿肯定不会遇害。那为何安娜的母亲会如此自责呢？那事情呢，还得从一场跨国婚姻说起。根据资料，安娜父母2人都是音乐教师。1979年时，在俄罗斯生下了女儿，后来带着女儿移居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。那得益于家庭条件的熏陶，安娜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和艺术。搭配聪明的脑袋，安娜10几岁时就能够说几门外语。性格上呢，也是非常开朗活跃，一直被人称为校花。懂艺术就算了，脑子聪明也就算了，关键安娜还长得特别漂亮。有个这么优秀的女儿，安娜的父母开心的同时，其实也是很忧愁。他们想让女儿过上好生活，可仅凭2份微薄的工资，真的是有心无力。况且当时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发展非常缓慢，人均年收入还不到300美元，所以在贫穷面前，才华不值一提。安娜的父母觉得，女儿既然会讲多门外语，那不如去国外闯一闯。就像女儿的堂姐，她就是通过国际婚介中心嫁给了一个有钱的美国男人，从而过上了好日子。有了前车之鉴，在经过18岁女儿的同意后，安娜父母就把她的照片发给了婚介中心。安娜父母的想法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希望女儿能够和未来女婿先交往一下。他们对女婿呢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不要求你又高又帅，但最好呢是多才多艺。毕竟我女儿她是真的多才多艺。一段时间后，安娜的照片呢，还真的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，他就是英德尔，一个来自美国西雅图的36岁大叔。当时的英德尔呢，是国际婚介中心的会员，刚与妻子离婚不久。他在看到安娜的照片和简介时，英德尔就觉得自己的春天又来了。在婚介中心的帮助下，英德尔呢就获得了安娜的住所地址，然后开始写信追求安娜。在信中，英德尔自称是一个富商，拥有华盛顿大学的学士学位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，对俄罗斯女孩是情有独钟，尤其是安娜这种多才多艺的。那虽然自己长得有点差强人意，但对爱情和婚姻呢，却是十分在意。在写了10几封信件后，英德尔终于打动了安娜的父母。用安娜母亲的原话来说，就是我觉得美国人呢，都是很努力工作的人，不会酗酒，有很好的职业道德。可安娜的母亲根本就不知道，英德尔信中的一切都是谎言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富商，只是一个被清场炒鱿鱼的打工人。在写了几个月的信后，1997年12月，英德尔就从美国飞到了吉尔吉斯斯坦，就是为了见上安娜家人一面。
他穿着厚厚的西装，挺着圆圆的肚子，挎着厚厚的美钞。英德尔的表现让安娜父母觉得，我们这位未来女婿很有活力啊。在父母的推波助澜下，几个月后，安娜就飞到了西雅图，并和英德尔完成了婚姻注册。一个身材火辣、年轻貌美的19岁女孩，就这样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8岁的水桶大叔。尽管两人非常不搭，可多才多艺，最终还是倒在了多才多艺面前。可仅仅在几个月后，两个人就频频开始发生矛盾，因为英德尔的谎言彻底被揭穿。为了补贴家用，安娜在一家餐厅里当服务员，并结交了很多朋友，经常在一起聚会。起初丈夫英德尔呢也没太在意，毕竟这个家总得有人外出挣钱。他对安娜的要求也很简单，在婚后1年内生个小孩。可每次英德尔想要制造新生命时，总会被安娜以各种理由拒绝，这让他开始怀疑妻子是不是在外面偷汉子了。英德尔告诉记者，自己此前几次去过安娜工作的餐厅，但发现妻子根本没有去上班。而有一次还更荒唐，妻子呢居然偷偷和一个男人到拉斯维加斯旅游。那眼看着自己的帽子即将变绿，而英德尔便和妻子约法3章：我不管你每天在外面做什么，你每天最少都要留出15分钟给我，这15分钟由我来支配。那虽然妻子的确遵守了协议，可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让英德尔开始犹豫，是否应该结束这段只有2年的婚姻。他不想重复上次的悲剧，花费6万美元帮女孩拿到绿卡后，自己呢就被一脚踢开。那不同于女婿英德尔，对于女儿的婚姻问题，安娜的父母呢则描述了另外一个版本。那首先，女婿伪造了自己的家庭背景；其次，在这场失败的婚姻上，女婿负有很大的责任。他把自己女儿当成了炫耀的工具，而不是一个妻子。那女儿外出工作呢，完全是为了补贴家用，因为女婿根本吃不了苦，3天2头就被人炒鱿鱼。安娜的婚姻生活也逐渐的变成了一潭死水，直到一个男人的出现，打破了湖面的平静。他就是前文中的丹尼尔。由于日子过得十分拮据，所以安娜收拾了住所的空房间，并在报纸上招租。丹尼尔呢，正是无意中看到了广告，才搬进了安娜家中。那当时的丹尼尔呢，是个18岁的小伙子，虽然长得人畜无害，但实际上精神状况经常掉线。此前呢，就因为侵犯女性蹲过监狱。可这些事情呢，安娜根本就不知道。她知道的是，相对于自己丈夫，18岁的丹尼尔随和体贴，跟自己呢也有很多共同的话题。那也许是恋爱的感觉，又也许是心理上的依靠。安娜的身体呢，就逐渐踏入了禁区，和丹尼尔呢进行了负距离的接触。丹尼尔表示，他经常看到英德谩骂和殴打安娜，自己几次想上前帮助安娜，但是看到英德这个200多斤重的水桶后，他就放弃了。那婚后第2年的1999年，安娜呢第一次报警求助，称自己被丈夫殴打。可由于缺少证据，警员也没有办法准确判断到底是谁打谁，那只能劝两人保持冷静，随后便离开了住所。那直到亲身体验到丈夫的暴行后，安娜才知道自己当年就不该嫁给这个渣男。为了排解忧愁，安娜开始写日记，把丈夫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记在上面，然后锁进保险箱里。可日记呢，终究只能是日记，日记上的情景再现让安娜更加的心力交瘁，所以她才偷偷独自离开西雅图，回到了父母身边。而在与家人团聚时，安娜重新体验到了亲情的温暖，可丈夫的到来直接抢走了她最后的一丝温暖，并反手将她推向了地狱。很快，英德尔就因为涉嫌谋杀被西雅图警方逮捕。而就当警方准备从丹尼尔口中撬开更多的线索时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在第二次录口供时，丹尼尔告诉警方是自己杀害了安娜，是英德尔命令自己这么做的。2000年9月22号，在安娜2人飞到西雅图机场后，英德尔制定自己，要求自己帮忙做掉安娜，那否则就把自己也埋了。
按照计划，自己呢会提前埋伏在车库中，等到英德尔将安娜引到车库后，两人一前一后勒死她。那确定安娜见了耶稣后，英德尔便把她装进麻袋，放到车尾箱，然后抛尸郊外。那埋尸之前，英德尔还脱掉了妻子全身的衣服，剪掉了她的头发，就是为了避免留下任何线索。而整个过程自己都是看在眼里。那作为出庭指控英德尔的条件，丹尼尔希望警方收回对他的1级谋杀指控，改为2级，这样呢，自己就能在监狱里少待几年。这个交易听起来好像对警方很有利，可实际上呢，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。那首先，警方没法确定凶手就是英德尔，那完全有可能是丹尼尔作案，然后栽赃他。那警方呢，迫切需要确凿的证据。而就在这时，英德尔主动送来了神助攻。那自从知道警方见过丹尼尔后，英德尔就频频写信给丹尼尔，威逼利诱他，要求他收回证词。而英德尔之所以敢这么做，是因为他没坐过牢，不知道监狱会审查囚犯收到的所有物件，这才在信件中毫无顾忌写下了一切。对于丹尼尔来说，他虽然精神不太正常，但总有智商在线的时候。丹尼尔知道事情曝光后，英德尔肯定会把脏水全泼到他身上，所以只有站在警方这边，自己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。2002年1月，也就是英德尔认识妻子的4年后，检方以1级蓄意谋杀罪起诉了英德尔。为了反驳这项指控，英德尔就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视频，内容是在返回美国之前，在岳父家中拍摄的家庭相处片段。而视频中，英德尔对妻子可以说是各种甜言蜜语，还搂着她一起跳舞等等。而英德尔的律师表示，这片段呢，就说明他的当事人非常疼爱妻子，不可能会残忍杀害妻子。而检方认为，这些视频片段更能说明凶手就是英德尔，因为明显人都能看出来，视频中安娜明显是被动迎合丈夫。同时检方还表示，在遇到安娜之前，英德尔呢就曾经和一个俄罗斯女人结过婚，但对方获得绿卡后就马上离开了他，这让他非常的气愤，他无法容忍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，所以才精心谋划，试图利用这些视频为自己脱罪。但是英德尔却不这样认为，他说视频中妻子之所以看起来不太配合，是因为自己总是拿着相机拍她，导致他觉得有种隐私被侵犯的感觉。那就这样，控辩双方呢吵了2个多星期。那看到陪审团好像不为所动，那检方呢就不得不亮出丹尼尔这张王牌证据。那不出他们意料，英德尔的律师抓住丹尼尔的精神问题死磕。那兄弟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居然找个精神病来当证人。为了让陪审团信服丹尼尔的证词，检方呢就专门请了专家给丹尼尔看病，证明此时的丹尼尔精神在线。那同时，检方还对信件的笔记做了确认，证实他们的确来自于英德尔。而在经过40多天的辩论后，陪审团就裁定英德尔杀妻罪名成立，判处28年监禁，并且不得申请假释。那安娜的父母听到这个判决后，他们的眼泪喷涌而出，这是他们最期望的一幕，但也是最不想遇到的一幕。那直到现在，英德尔呢依然不认罪。他一直认为陪审团是被检方误导才做出了这个错误的裁决。那其实不仅仅是安娜，每年通过国际婚介中心嫁到美国的海外媳妇足足有6000多人。那他们在嫁到美国前，对自己另一半的底细可以说是几乎一无所知。而这些寻找海外配偶的美国光棍大多数呢都有或明或暗的致命缺点。而这件案子发生后，美国华盛顿议员呢就提交了一个法案，为的就是加强对英德尔这类人的审查，并开始强制要求国际婚介中心，让他们把客户的婚姻史等信息如实告知给海外的潜在配偶。我是小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